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啊，叫高市早苗，他可能会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的人物，而且呢，也将会成为日本第一任的女首相。这位高市呢，她不仅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还被称为日本自民党内的铁娘子，甚至有一些媒体啊，拿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做相比。但是在她可能登上首相宝座的同时呢，她极右翼的价值观和政策立场，尤其是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态度，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高市早苗呢，是日本自民党内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曾经担任过日本的总务大臣，也担任过经济安全保障的相关大臣。他长期是这个党内的保守派代表，所以呢，他以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以及传统的家庭观念，还有对女性突破政治玻璃天花板的姿态，逐渐走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心。所以如今呢，有不少人分析认为说，如果日本的这个自民党内和社会的情势有利的话，他极有可能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作为一直关注 LGBT 领域的博主啊，所以强哥知道日本一直被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为我们东亚社会做一个榜样。但是呢，这个高市早苗如果出任首相的话，那就有可能影响到日本当地的同性婚姻的进程了。关于同性婚姻的话呢，这个高市早苗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他在过去的多次表态里面是坚决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在2017年，他公开表态说，无论如何都反对同性婚姻。你看，这个态度是非常的这个恐同的，是吧？即使在近年来日本各地的法院不断的裁定说你要禁止同性婚姻，实际上是违宪的，但是这个高市依旧没有松口。他还反对选择性夫妻不同姓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啊，这个男女结婚了以后，往往妻子是要随夫姓的，所以现在年轻一代里面70%的人实际上不支持这样的一种这个姓氏的安排了。但是这个高市的话呢，他一直要强调夫妻之间应该要共用一个姓氏啊，家庭制度要保持传统，这些东西啊都反映了他一贯坚持的家庭观念，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而社会呢应该围绕这种家庭来组织。所以高市早苗她身为女性，却反对女性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啊，这个其实是她最被诟病的一点。因为在她看来，这种制度会削弱家庭的统一性，甚至她说会破坏日本的传统的家庭观。所以她的这些观念在一些人看来完全是矛盾嘛，对吧？你高市自己常常被媒体称为说你是打破那个天花板的女政治家，但是呢，你本人又不支持性别平等政策。一方面呢，你说女性可以强大，但是呢，你一方面又说女性不能挑战传统，所以这就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右翼的女性主义。它强调女性的自立，却又不鼓励改变社会结构和性别的角色。在很多年轻人和进步的群体眼中啊，高市的这种观念或者他的这个政治这个思想是一种固守传统、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的立场。当然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被认为是极为右翼的一些观点。那么顺便补充一下日本的话呢，它其实是7国集团，就是我们讲的 G7 里唯一还没有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是那些发达国家里面，它其实在这方面已经做得非常落后了。比如东京和大阪都推出了同性伴侣的证明制度啊。那这个呢，其实是离我们所说的同性婚姻制度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哈。那调查显示的话呢，日本社会的主流民意最近几年已经逐渐的开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当中。但是呢，这个自民党因为它长期执政嘛，党内的保守派力量依旧非常的强大，这就使得改革呢迟迟无法的推进。那么高市早苗的出现很有可能意味着这种僵局还将会继续。而且这个人不仅在女性权益、同志权益上保守，他对中国、对美国都持相对强硬的立场所以如果他出任首相的话呢，在国际政策上面所以极有可能，如果他不做出调整的话，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地缘政治上的冲突。高市早苗的这个政治路线呢，其实呢也和这个当前的全球右翼化的趋势是息息相关的。那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了，不论是在美国、欧洲，那现在可能又补上了这个亚洲，是吧？很多国家的政治舞台都在向右翼倾斜。
右翼政治的这个特征往往包括强调国家安全，强调所谓的传统价值，然后呢限制少数群体的权利，不提多元化的这个社会啊。在美国呢，特朗普主义的回潮；在欧洲的话，一些极右翼的政党最近几年崛起。那么在俄罗斯，更是用所谓的传统家庭价值来对抗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而在日本，高市早苗所代表的这种保守路线，也正是在这一股全球浪潮的一部分。所以他在同性婚姻上面的立场，我认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和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叙事是紧密的做呼应的。而且作为政客，我认为它只是一种迎合罢了。所以如果高市早苗成为日本的下一任首相的话，这将是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事件。一方面，作为女性领导人，高市早苗在日本带来了一个大的突破，也算是在我们性别领域的一个进步事件了。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对同性婚姻的强行反对，也可能会让日本在性少数群体权利上面继续的停滞不前。所以我想，这也提醒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权力的进步从来都不是直线前行的，而是在不断的博弈和摇摆当中。LGBT 权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随着这些日益右翼化的情景的这个出现，极有可能会面临更艰难的处境。